龙主啊，龙主夫人，不过如此呢。这姑娘普普通通，竟然让玲珑舍得把识海中的9颗主星都给她。要是有人对我如此牵挂，那该多好！你是谁？实话告诉你吧，是长兰大人让我把你抓来。但是现在，我一不小心看上你。如若你愿意休妻，与我长相厮守，我就放开你，你看如何？仙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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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！仙哥，起来！燕魂，我们这在哪儿啊？谁抓了我们？不知道，估计是跟我一样能使用黑气的邪修啊！你先拿着9妖琴弦去找大国主，一定要比长兰先找到。不行，那你怎么办？我没事，天耀不知去哪儿了，我还得先去找天耀。你赶紧走吧。可是没关系的，万一遇到危险，我还能用黑气与他争斗一番。快走，快走吧！闺女，万事小心，我先走了。快走，小心啊！妾身的脸蛋儿呢？脸蛋儿呢？我的脸蛋儿呢？你的脸蛋儿不是在你自己脸上吗？妾身就是为了那姑娘漂亮的脸蛋儿，结果你却把她给放走了。怎么？你不会想拿你这烂脸来陪我吧？谁脸烂了呀？你才脸烂呢！哎呦，你是要容颜没容颜，要打扮没打扮。哦，这还带了一朵什么花？哎呦，装可爱呀，又俗土，简直脏了妾身这七彩琉璃的眼睛。哎呀，哎呦我的妈呀！啊，妾身这旷世的容颜，哎呀，看妾身这嘴唇，薄一点呢显得薄情，厚一点呢又显风尘。看妾身这鼻梁，哎呦，高一点显得刻薄，矮一点又显敦厚。妾身简直爱死我自己了。只有妾身这样的容貌，才能配得上那世上独一无二的玲珑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妾身把你留下来，也没别的事儿。你要是想活命，就让那玲珑赶紧把你休了。我想做龙主夫人。好啊，那他得见到我才能把我给休了吧？你愿意被他休啊？哎呦，啊，也对，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来时各自飞。天耀，你赶紧让他把你休了，然后把你识海里的9颗星星都给我。9颗星星，我识海里的，
你给我的。你别做梦了。为什么不行？妾身不比她漂亮啊！哦，我不是因为她好看才给她星星的。哦，你是因为她丑？哎呀，你是在可怜她呀！我丑？我的玲珑大人还是个大善人呢。但论可怜，妾身才是最可怜的人呢。妾身名为银魄，当年也是普通的小妖一枚。我那爱人竟然贪恋他人美色，辜负了我，可恶！后来长兰大人赐予我灵药，可是那灵药每次服用痛彻心扉，剧痛无比呀！可姐姐我忍了，为的就是保持住这旷世容颜，一直等到我这世间最珍贵的真爱出现。玲珑，你就是我的真爱呀！你可怜可怜我，可怜可怜我吧！姐姐，你有被心爱之人捅过心口吗？心口？你被心爱的人肢解过吗？啊？肢解？在场的3人，有2个人都比你可怜。论可怜，你比不过我们。我知道，那9颗星星，我受之有愧。可再不济，也是要把星星还给他呀。也轮不到你吧？啊！哎呀，我不管，妾身就是要做龙主夫人。快把你那星星给我，否则你们俩都得死！等，你坐好，你别生气嘛，你别急。你看啊，这玲珑这么倔，我要劝劝她。要不你让我俩独处一会儿，我好好劝劝她。休要耍花样！这厮真的解不开。这石海里的9颗星星怎么回事？之前在永州时，我曾为钟瑶赠予你石海灵力，那个9颗星是那时的遗存。可我为何在石海里没有见过？先前你的心口有宗师的封印，如今你又被黑气所控制，自然无法看到石海的全貌。既然如此，我刚刚不知道9颗星从何而来，不敢轻易答应荧惑。这么听下来，只不过是灵力遗留。不如我们先把星星给他，我们再智取，好不好？不可！有何不可呀？如今在这里，荧惑的法力在你我之上，我是不会给他的。此事莫要再提了。哎，你的赤眼龙牙呢？赤眼龙牙？站住！我等奉长兰大人的命令，前来捉拿尔等。是。
他在他的识海里留下了9颗星星，可真是情深如海。如果我也能得到这样的深情对待，该有多好！我将他抢过来，便也能得到这样的深情了吧？你说这个荧惑到底什么来头？这路子怎么这么野啊？我也不清楚。如今被黑河源影响了，我并未看穿他真身。装可爱，简直脏了我这七彩琉璃的眼睛。世间的妖怪，或多或少会保留化形前的癖好，他喜欢的、害怕的，都会不由自主地表露出来。若能知晓其真身，便可对症知晓下药，真身，轻对症松下下药。这荧惑之前透露出的蛛丝马迹，那你都发现什么？你看啊，他名为荧惑，对自己容貌极其在意，又喜欢亮闪闪的东西。更奇怪的是，这里明明到处都是灯箱，却没有一个被点亮，而且他还会用丝来绑你。或许是化茧成蝶的，这荧惑的前身，其实是一只蛾子吧？应该就是。可此时我无法制服他。我倒是有一个特别原始且不用灵力的办法，说不定可以制服他。你们俩商量的怎么样了？是谁休了谁呀？你这个扑棱蛾子，赶紧把我们给放了！你没有搞错吧？这放可是放不了喽，妾身必须要他留下来陪我，留下来陪我，留下来陪我。你做梦吧你！你才做梦！只有妾身这盛世容颜，才能配得上他。你配把锁再配个钥匙，你都配不上他。你才配不上他呢！我现在就要摸他了。敢动他，你试试！我要亲亲。你敢亲他，我撕烂你的嘴！啊！你敢碰他，我剁了你的手！你敢看他，我挖你的七彩琉璃眼！哎呀，我好怕他呀！你以为我真怕你啊？还以为你在做什么法，结果就放了把生了锈的破剑，就想弄我？没门儿！我就是要当着你的面，你还看他，把头转过去！你以为你可以对付我呀？当然可以啊！哼，可以的话，不妨试试。好啊，那我就试试吧。妾身就是要亲亲。牙疼啊！牙疼？为什么会牙疼啊？你主人清白都快没了，你快给点力啊！赤焰龙牙，你就算头出血了，你给我忍着！牙能出血？哎呀，我不管你牙有多疼，我就是要亲你。你看，收拾你！保护他！我只想你，有个人愿意用性命保护。叶欢，叶欢。
药。身体可还好？嗯。这是哪儿啊？黑河原。荧惑竹林之后，陈毅修行之处。陈毅，贤哥找到大国主啦？是大国主救了我们吗？嗯。他打散了荧惑身上的黑气，让他重新变成了一只竹蝶。不是说无论仙妖在此处都无法使用力量吗？他似乎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。不愧是大国主，他已经开始翻译幽冥符了。真的？那我有救了。他在哪儿？我要去找他。哎，等等，贤哥会带你去的。先把药喝了。好苦啊。杨慧，你可有再对我动过心？你为什么突然这么问？是因为你昨晚我昨晚说了那些话。哪些话？你敢碰他，你试试！你敢轻弹我撕烂你的嘴！你敢碰他，我剁你的手！你敢看他，我挖你的七彩琉璃眼！会怎样？20年前我还在娘胎里没有滚出来呢。你笑什么呀？能遇见你，便已是极好。我还在奢求时机，是我太贪心了。他到底什么意思啊？陈叶国主，国主，你怎么在此？我日日皆在此处。为何？这里就是我跟王妻相别的地方。之后每天的清晨，太阳出来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起他。不知此处是玄岭夫人安睡之处，我应当在她墓前一拜。他并未留下尸身。当年他书写幽冥符，自己要去修炼。当他练到幽冥符第8层的时候，他深知自己很快就会油尽灯枯。他不想自己被黑气吞噬，所以他就用双华术，打算把自己尸骸封印起来。
就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天，他穿起了嫁衣，在这里为我跳了最后一支舞。我族偏居于西南，天气炎热，根本都不会下雪。但是那几天，大雪漫天，下了10天10夜，天地之间也都是一片素稿，就好像是为了祭奠他一样。国主，为何与我讲述这些？世人一直认为青丘的幽冥赋是世间的至宝，但从来没有想过，要修炼幽冥赋，到底要承受多大的苦难。念姑娘，我想问你，你有赴死的决心吗？这个世上，本没有什么事情就是容易的。我练幽冥赋，为生，不为死。为生，不为死。雪岭，希望他们的宿命不像我们。凭你们几个混子，你想抓我？追他！追！来啊，追我呀！这边，来啊，追我呀！我在这儿呢，在这边。这里，笨蛋们！哪儿啊？声音就在这个方向。我不像。是啊，这样没有啊。长安大人，长安大人。
原来就是这个玩意儿在天上戏弄我们。不行，华尾里面有贤哥的下落，不能让他得逞。算你跑得快。五心朝天，坐于湖底，静心欲绝，悟其意博，思其理当，只感空无所空，空所悟空。随眼入脑，脑转则目眩，方见两物。哎呀，这都看得滚瓜烂熟了，怎么还是一点窍门都没找到啊？不过这两句话看起来，倒着看，倒是挺像净明心法。倘若能用净明心法参透幽冥赋，岂不是事半功倍？未免走火入魔，我还是去问一下陈毅大国主吧。我刚才观看你的识海，才知道玲珑原来是天地之间至清至阳之气孕育而生，跟至浊至阴的黑气是最为相克的。只可惜你当年久居龙谷不出，不然以你得天独厚的能力，若相助我们去对付福音的话，现在可能就会是另外一个局面。当年我偏安一隅，不愿问世事，后遭人所骗，身体残缺，致使妖族被玄门欺压，天地失衡，黑气滋生。待燕回身体康复，我会重新担起我的责任。公主这是何意？我替青丘谢过天地玲珑。快起来吧。这不过是我早该做的事情。陈毅国主，燕回，你也在？你们在做什么呢？我们正在商讨对付福音的方法。幽冥赋看得如何了？来来回回看了好多遍了，都背下来了，也没找到什么入门的办法。不过有一处有些熟悉，这儿写着“空无所空，空所悟空”，倒是和陈星山的净明心法有些相似。净明心法。净明心法乃是整个玄门的所有法术的基础。我曾听凌霄真人说过，玄门9派万般法术，皆是由净明心法演变而来。我在陈星山修行了10年，对净明心法也是倒背如流，算是有些参悟。说来，国主夫人此前曾在陈星山修炼过，不知这幽冥赋与净明心法有没有什么关联？这个我倒是没有听雪岭他提起过。如此，我便是真的找不到入门的诀窍了。燕姑娘，别心急，修行一定要循序渐进，我们就从第1层开始突破吧。还请陈毅国主指点一二。倒是天药，我想你要先回避一下。为何？修炼幽冥赋会承受经脉道行之苦，我觉得燕姑娘她肯定熬得住，只是怕你不忍心看下去。哪有什么忍不忍得住的？我留在此处，为你们护法。好，修炼幽冥赋，你一定要在每天的子、午、卯、酉4个正时，在一个阴气最重的地方，要面北而坐。现在正好就是卯时，我们银月崖也都是背阳向阴，那我们就在这里开始修炼吧。好。五心朝天，指尖朝前，开丹田，一呼一吸，引寒气入丹田，
活之名，竟妄图修行我的功法。天傲，莫要心急，事到如今，也只能靠他自己了。妖慧，还需多久？还有12个小周天。妖慧，现在只是入门，他每突破一层，经脉逆行之痛则会更胜一层。天耀，我特别理解你现在的心情。当年雪岭在修炼的时候，我也是恨不得以身代之。雪岭亡故时，你可有遗憾？不曾为他冒过险。我要担起我妖族的责任，我就不得不狠下心。我已经负过他一次，我不想再负第2次。有不速之客，你在这里照顾他。我不会让你有事的。长河辅导，去教是。长河辅导，去教是。长河辅导，去教是。静心语句，其意魄，思其理当。脑转增无旋，方见良物。长河辅导，去教是。心朝廷，左右护体。静心语句，目其意魄。你以为禅意能救你？虽言若你以为修行我的功脑法转增无就旋，能取而代之？见良物。思其理当。脑转增无旋。你以为有幽冥赋，你便能修我功法？别做梦了，唯有臣服，才可得永生。蝼蚁厌为，听吾之令。妖慧，快走！快走！掏出护心鳞。
护心灵，桃护心灵。护心灵，护心灵。斩了黑花！斩了黑花！斩掉黑花！他若斩花，你必死无疑。我不会让你死的。你方才做的不错，就应该这么干脆利落。黑花一斩，我命不久矣。但我觉得死亡并不可怕，比起之前等死的日子，我一点都不难过。天瑶，你怎么看起来比我还难受？燕辉，你会好好活下去。天瑶，你怎么回事？燕辉，你别怕，你不会有事的，你会好好活下去。自从你我相遇以来，你曾多次施恩于我。若能以此命换你余生，也算得偿所愿。我明朝就可行，又或说，有人愿意用他的命来保我的命，是说用你的命。你逆着方向，我看不清。发染尽离丝，闲情两极。指缝间一阵阵划过你我年轮，轻风散离落雁会消声。燕辉，我现在将石海救星给你，他会替我护你性命。闻着你的侧脸，一幕又一幕，黄昏醉了相思，风拂过一声叹息，此生一瞬燕辉，只为希望取完身体后，你的人生都能平安顺遂。那时候，你知道我根本就不会死，你是拿你自己的命去和素影拼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为什么不早说？
我怕你不愿意接受。绵绵人四月，终难成全。心像绿水之间，华年春老，深情不变。聚散从容，细数相识，烟雨无尽。绘着你的剪影，一遍又一遍。也会，死亡真的不可怕，死亡真的不可怕，我不难受。怎么可能不难受？不要！以后你就可以过你想过的生活了，吃你想吃的包子，去你想去的地方。为什么长得这么快？为什么长得这么干脆利落？天呀！方才一战，才可还。此刻相拥，不别不见。你就别怪我了，你就别怪我。怪你，我不怪你，你不要走。我还想跟你一起去吃好吃的包子，我还想跟你。水尽人间，春风还依旧。我走了，天呀，你不带着你要的走！回忆，盛满了来路。回首几度过往，寻找你曾经模样。执手相看经年，人间繁华依旧，此间有时。不能斩黑花，不能斩黑花！也会，我在等你。天佑，花没了。天佑，天佑，天佑也没了。都知道，我已经彻彻底底没有后路的喜欢上你了。
无法亲口跟你说这些，怎么办啊？这只是在梦里，你再也听不到我说这些话了。是不是等我醒了你就不讲了？我不要醒。这不是梦，都在梦里了，你还骗我？真的没事。敷完了没？敷完的话，赶紧上药了。你怎么也在我梦里啊？你不认得我了？这才几天没见面，真的是。你干嘛？不凉吗？这真的不是梦？真的不是。要活呀！太好了，你还活着。抱歉，是我让你担心了。他还活着，但是如果你再不上药的话，你的头发可能就活不了了。头发？我的头发哪儿去了？可能是我的龙焰在斩断黑气之时烧到你头发了。爱会消失吗？不会，肯定会。你这药有用吗？陈毅亲手熬的，先试试看吧。多涂点。那可不得多涂点嘛，毕竟我们3个人之中，应该没有人有秃头的经验吧？你什么时候来的？这话说的，要不是我力挽狂澜，你这护心灵都归不了位。护心灵又回到我体内了。你这头上黑花都斩了，可不就能还灵了吗？闹得你死我活的。果然啊，我还是比较擅长做这种事。是了，还有这个办法？这个世上除了我，还有谁能同时拥有颜和能？护心灵在你体内，若被他人知晓，恐怕会在日后为你招来祸端。我此前并不知你心意。好肉麻。若能以我生死换你死后安宁，自然最好。你们最应该感谢的人不应该是我吗？啊！我穿越了山河大海10万火急，干回来就是为了救你们。好，谢谢你。多谢。你俩这姻缘呀，这到底还是得靠我撮合。你在给他幽冥赋时，发现了什么？我发现了真相。我20年前确实在龙谷打散过一团黑气，但我并不知道那是谁，也不知道伤的是否是他。你现在真身还在福音手上，那你来找我们，他要害你岂不是很容易？他对我另有图谋，
要是我真的身亡的话，他也不会好过。不过，我却可以对他做点什么。什么？报仇。不然我还能想做什么？你倒是跟长兰长得是一模一样啊！你倒是跟长兰口中所说的不太一样。我来。你被他囚禁这么多年，他还会在你面前提起我？他跟赵玉在议事的时候，偶尔都会提起你的名字。在我神识清明的时候，我有听过几句。想也知道不是什么好话。大国主，我此番来寻你，是有事情要问你。什么事？我在福音的识海中见到了你的身影。我想问大国主，当年到底是怎么封印他的？其实当年，并非是我一人之力把他封印的，而且，他也并非封印在识海之中，而是封印在陈新山青广真人体内。青广真人，那是我师祖。他不是在蛇可摘星辰上闭关吗？当年雪岭他为了要阻止四处作乱的福音，独自去修行幽冥符，打算让自己成为黑气之主，然后将其吞噬。他意图吞噬福音后，在黑河原了结生命。可是，雪岭终究没练成幽冥符，反而因此坏了根基。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喝一点。但福音四处作恶，不能再放任下去。他只好去信青广，请求相助，欲合我们三人之力，封印福音。我在旷野上见证，雪岭造罗盘吸纳黑气，青广压阵。阿姐，相隔100年，你唤我前来，是愿意回到我身边吗？福印，黑气肆虐，已然伤及无辜。我不能再眼睁睁看你继续下去。我尚未找到破解黑气之法，如今只能将你暂且封印。你骗我！
到你叫我来是来封印我的，你骗我，你骗我，雪莲！乾坤有极。我此前在罗盘里看到的景象，原来是秦广，他以他的身体为容器，封印符印，而雪岭他在那个时候所受的伤，也都彻底耗尽了他。他走了以后，我就依照他的心愿，把幽冥符封印在屏风之中。但是雪岭他到临终之际，也还不知道怎么去破解黑气的方法。他只知道，修炼幽冥符的话，便能以黑气去破解黑气。而秦广，他回到陈心山，便一心压制在身体里面的符印。后来20年，我才知道，他彻底已经把自己封印了起来，在守可斋星辰里面。我猜，这跟符印脱不了关系。原来凌霄每年都上守可斋星辰，是为了帮师祖守镇。这些年来，其实我一直都在寻找怎么去破解黑气的方法。15年后，我终于知道怎么去击杀黑气的妖术法。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长兰成了符印的信徒，还学会了通术。15年前，不正是长兰献祭了幻妖一族，打开了符印石海入口的那一年吗？15年前，之前符印被关在守可斋星辰的时候，恰好让我有一段自由的时间。那个时候，我时常在他石海里寻觅，但是从未找到过他。直到15年前，他再次出现，告诉我，我有了一个新盟友。之前我不告诉你们，是因为不敢与符印彻底翻脸。大国主，这毛比金不是说过新修的双生子第2个应该要被关起来的吗？所以他怎么出来的？又是怎么成为符印的大将来祸害你的？这要说到更久远以前的事。我们虽然是双生子，但是这么多年我一直都不知道他的存在。后来在先王离世后，赵玉他告诉我，他不忍心再看长兰受苦，我才知道这个世界上，我是还有一个弟弟的。那个时候，我和雪岭刚刚成亲。经过商议之后，我们就决定让长兰永远的离开这个地牢。可是他跟我说，他不想待在青丘。我也特别理解，就放他离开。后来我知道他去了洛川龙谷那边，一直在那里生活。我听说他在龙谷很好。那他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？说来，他也算是你的旧友，怎么连你也打？长兰，他来洛川龙谷之时，并非是会如此行事之人。我的赤焰龙牙亦有他的一份祝福。难道是因为你遇见了素影？
他那时的确劝告过我，让我不要轻信素影，但我并未听进他的话。他或觉失望，便离开了龙谷。此后我与他再未见过。不管他后来变成什么样子，反正他现在在做的事情，就是收集天下暴戾邪恶之气，助他变强。天下暴戾邪恶之气，那是什么？怎么收集？引人向恶，发起战争。如果想要阻止福音回到这个世界上的话，第一步一定是先阻止长兰。那我们得赶紧回青丘王宫。现在想想，长兰做的每一件事，都是为了挑起玄瑶两族之间的战争，好让他放出黑气之主。我们必须带大国主尽快赶回去，来戳穿长兰的阴谋。凌妃说，长兰要刺杀他，他回到玄门大营，肯定会召集兵马来战，大难将至。而且，你的护心灵刚刚归体，还需静坐调息。你也要好好调息。凌妃长老，凌妃长老！你笑什么？看你抱成这样，挺好笑的。其实啊，我离开的时间也没有很久，但是我可是每时每刻都在想你哦。我可真是对你情根深重呢。怎么样，你呢？你想我吗？唉，早知道你这么没良心，当初就不会喜欢你了。白小生，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吗？不考虑。好吧，我承认，天耀这个人是真的挺不错的。等你们分了，随时来找我，我绝对把正宫的位置留给你啊！时候也不早了，快回去休息吧。不休息了，我是来跟你道别的。道别？你不跟我们去青丘王宫了？我要去把福音在这个世间的入口给封印住，阻断他跟长兰的联系。到时候你们去青丘对付长兰的时候，就会简单许多。你一个人去吗2个？2个？一个我自己，一个我心里的你啊。时候不早了，我就不浪费时间了。走了。哎，溜得真快。耀辉，天耀，我给你做了一个小发冠，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？真好看，这发冠正好可以挡住我的秃头。之后，你便是我的结发之妻了。
那您说话算话。说话。你今天教我的是什么心诀？这么厉害？玲珑心诀。如今护心灵已重回你体内，你自然最适合修行龙的功法。那幽冥赋，莫要再练了。那幽冥赋练着疼，没有你的功法顺手。哎，我现在在修龙的功法，那是不是也算你的传人？那赤焰龙牙会听我使唤吗？那试试。试试。他要是打我，你得抓住了啊。放心，他不会打你的。剑刃如雪，剑势如风，这当真是一把好剑呐！你要是用着顺手，拿着用便是。我就是图个新鲜，还是你用着好。我呢，路边的树枝、河边的石头都能捡来当武器。这怎么回事？兴许是你把它比作了石头和树枝，他不开心了。他怎么这么小气？哦，对了，幻命咒还在我体内吗？白晓生那一剑击时，幻命咒尚未被完全触发，应该还在你的识海中。我要解除幻命咒。为何？我虽贪生怕死，但我也不愿他人为了我的生死承担责任。更何况，我还喜欢你。幻命咒一旦被种下，便再无解法。你若是忧心我，好好保护自己便是。可我是人，终究是血肉之躯，寿命也有限。你把命放我这儿，不就白白浪费了？莫要小看自己了，去你的识海看看。这是我的识海。我这怎么也算得上是玄门7星弟子的级别了吧？护心灵之力理当如此。你若稍加修炼，抵玄门宗师之境，也并非难事。护心灵不过鳞甲一片，为何如此厉害？护心灵不仅是我的一片鳞甲，它还是我的内丹。你的内丹？你的内丹怎么会在外面啊？
当年苏颖意图取我护心灵之时，还有一位神秘人。妖龙已重伤，快后林取丹！我虽未能看清他的容貌，但我却知他是为了取我内丹而来。为了不让他和素影达成目的，我将丹灵合一，击飞出去。所以这样一来，两边都得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，反而会反目成仇。妙啊！等等，所以你的内丹在我体内，和护心灵融为了一体，再加上幻命咒，那这样一来，你的内丹岂不是也拿不回去了？内丹修行1000年，还会有的。1000年呢？1000年，不一定再能遇到。那我岂不是要更加起早贪黑、勤学苦练，才能担起我身上的这2条命啊？那有劳你了。我还有一个问题，既然我的识海本可以如此广阔，那之前在我体内封印护心灵的玄门宗师，到底是谁？或许是你的师傅，凌霄真人。我之前也想过可能是他，但他为什么这么做啊？或许是他担心你太年幼，未免你遭人觊觎，才隐藏你护心灵的力量。没想到你还会帮他说话。那日在龙谷寻不到你，他与我一样担心。燕回呢？你知道他出事了？难道护心灵的封印？你偷了他的灵？若真如此，那他赶我下山，莫不是另有隐情？他现在在哪儿？那日之后，再未听闻他的消息。看起来这迷雾森林里的墓碑又多了一些。我上次来这儿是在哪儿施的法？我的入口呢？找到你了。先用引端封住入口，隔断符印和长兰的联系，为燕回争取时间，再想办法破坏掉这个入口吧。国主。昨日我离开银月崖，在黑河园外收到一些花报消息，但是贤哥，先别自乱阵脚。好，大国主，贤哥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贤哥，我有一事想问你。你说，您可知凌霄真人的下落？最后一次有他的消息，是在迷雾森林附近。迷雾森林？对，那是很久以前了，可否让凤千硕再用话尾打听一下？我正欲跟国主禀报此事，千硕已经很久没有回我消息了，怕是被长兰发现了。那不得赶紧回去？确实不宜再等。对，我们现在立刻出发。好。不要走！这老头在说什么呀？这严先生
是疯魔了吧？每天都拉着人也不说话，而且还一副很生气的样子，手里还总是举着一副空白条。快去学馆！快去学馆！现在去哪儿？快！不要走啊！严先生，多少天了？你明明知道没用的。是啊，他们中了长兰的瞳术，没人听得到你说话。哎呀，早知道，他说的是那般意思，早知道他要如此害我。从今以后，我不允许你再说话，这个就是我刚定的规矩。现如今，也就只有我跟竹离没有中长兰的瞳术。至于其他人，你就别再白费功夫了。哎呀，即便没人愿意相信，没人愿意再听，老夫我还要继续说下去啊！若是连最后一个人都沉默了，那谎言它就取代了事实，我便是死，我也无法面对我辈祖先呐！严先生，你的话我信。你信？长兰在青丘犯下的恶，他日我定叫他们复还。终于有点要继承王位的样子了。哎呀，哎，好了，快扶起来，快点走吧。哦，快走。天耀，感觉到了吗？青丘的空气里，不知为何有些许黑气。在这里。怎么了？你们看，这里有花豹记号。国主，我先行查探一番，若有消息，再用九瑶琴弦联系你们。一切小心行事。走了。严先生，他们可能是长兰瞳术所造，千万不可信呐！是我呀，燕回。黄小燕，你看，幻族印记。小燕，幻族印记，真的是你！严先生，是我们。对，严先生，我是陈烨。阿爹，你没事太好了，你还认得出我吗？竹离，是余年未见，现在长这么大了。天佑青丘，老臣言不惑，恭迎大国主。严先生，不必多礼。老臣有罪啊！老夫识人不清，为长兰所利用，助纣为虐，还诬陷了龙主和燕姑娘，差点酿成大错。不求二位宽恕老夫，只求龙主怜悯青丘子民无辜，不要怪罪。不必如此，不是你的错。是啊，不怪你。要说过错，这一切都是长兰的过错。对，把他放出地牢，果然不该呀！这，你们青丘的规矩，从根上就错了。对，这其实一直都是我们青丘的错。你这个戒指，你是新任的幻王？我叫幻小烟，青丘长兰是我的灭族仇人，我是来找他报仇的。这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先离开。大家可先随我到我的幻妖戒指里走。这段时间你去哪儿了？上次通话过后，我就再也没有收到过你的消息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只不过花围在混乱中被损坏了，我一时难以联系上你。你没事就好。我们已经带大国主回来了，宴会生死之事也已经解决了。但我这边的情况就没这么乐观了。
凌飞已回到玄门，大肆宣扬长兰以议和为名，请暗杀之时，视两派和平为无物。玄门各派这次都坐不住了，都已派弟子前往黑河集结。那正中长兰下怀。待双方大军抵达黑河两畔，炫耀大战，便一触即发。这如此说来，长兰蓄意挑起战争，竟是为了释放这黑气之主啊！那他灭我全族，也是为了帮那个福音？不错，白晓生已经前去切断他们的联系，我们需尽快赶回青丘王宫，阻止长兰。可如今大军已前往黑河。大国主，贤哥，可有凤千说的消息？难得啊，你还关心我的安危啊？玄门情况如何？玄门已联合各门派齐聚黑河。唉，终是难免一战嘛。贤哥请命前往黑河止战。你一人之去，如何抵挡千军万马？放心吧，我们已经商量出对策。我和千硕会将黑河两畔的干红竹林烧毁，借此来拖延开战时日。去吧。是。这一下我们便有时间杀回王宫了。但现在的青丘子民皆中统术，长兰借助福音之力催动此术，时间越久，青丘子民就会越发危险。我来想办法，试着冲破他的统术。一是为了解救青丘的子民，二为了做儿。我会在这里拖延时间，吸引他的注意，以此牵制他。国主，这长兰为了今天此局，定是布局了很多年呐。这么多人被统术控制，你若是在这朝夕之间破除，不要再说了，要做的事情还得做。拜托了，大国主。我是青丘的国主，更是长兰的长兄，在情在理，也都应该是我去做。阿爹，我愿在此为阿爹护法。老夫也要在此为国主护法。起身。王宫之中，长兰定不会坐以待毙，或早已布下天罗地网。我们需尽快想出办法。你们不在的这段时间里，我躲回戒指里仔细观察过了，我发现长兰的统术与我幻族幻术乃同宗同源。我想，定是他当年夺取了幻族力量，才修的此术。既然是幻族力量，那我这幻王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幻妖戒指，便能治他。只要将这幻族王戒戴在他的手上，我便可以催动幻族力量，将他的统术力量尽数剥夺。可是他这么狡猾，怎么会乖乖的任由你们把戒指戴在他手上？要我说，就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。消散了。国主之术果然有效啊，能够驱逐他们身上的统术。但这还只是个开始，阿爹的法术必须覆盖整个星球。回来的正是时候，在这偌大的星球里面，只容得下我们其中一个。
是不是发现我们了？护好国主！没想到，我也有跟你刀剑相向的一天。就凭你！就凭我！我现在不是能使用你的赤焰龙牙吗？到时候我假扮天耀，从青丘大殿正门攻入，干扰长兰和其他的人。天耀假扮我，趁机接近长兰。长兰对我的防备肯定不如天耀，到时候天耀就可以趁机制服他。听着是很好，但你跟天耀这么大两个人，长兰又不傻，怎么会任由你们假扮看不出来啊？我们这回城的一路上，未遇见其他邪修，想必白晓生已经切断长兰与福音的联系。长兰并不知道护心灵已经回到了我的身上，光凭气息，他无法分辨我们二人。再说了，我们这儿不是还有其他可以使用幻术的人吗？我可以躲在幻妖戒指当中，用幻术遮掩你们的容貌。没错，到时候我假扮天耀干扰长兰，天耀带上无锡木，趁机接近长兰。另有国主在此干扰长兰的瞳术，三管齐下，让他分神。待天耀接近长兰，制服长兰的瞬间，幻小烟，你趁机给长兰戴上戒指，启动幻术，七彩幻境无极无边锁，将他的瞳术尽数破除。国主，他们成功了。天地自然，晦气分散，气神引进，去！他想断臂求生。长兰，结束了。长王百口，要杀便杀，随你处置。处置你，不是我的事。
跟你第一次见面，似乎也是在这里。那个时候，你让我离开，放我走，你不后悔吗，兄长？放你出去，我不后悔。哪怕我求你10余年，哪怕你求我10余年。若我再有一次机会，我绝对不会让你离开青丘，也不会让你被福音所利用。利用？不，我跟福音各取所需而已。我离开青丘的时候，我并不恨你，也没有恨青丘，但我只是偶尔会想，我们明明是同一个父老，同一个母亲，为什么我却受到如此的对待？我想释怀，我想找到个地方，可以让我的心更加平静。我去了龙谷，我那个时候以为玲珑会造一个人人和平幸福的桃源，可她太温柔，一心人才会招来龙谷惨祸，直到现在，她现在还是如此，哪怕有撼天之力。可他却始终心有牵挂，他这样是成不了大事的。后来天要被封印，我突然领悟到，什么温柔，什么良善，是换不来和平的。只有绝对的权力才能够绝对的臣服，在绝对的臣服下，才有真正的和平。这个世界才不会有舍夷取，才不会有舍我取你。青丘双生子的规定，早就在我放你离开青丘之前，就已经把它废除。那现在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是王宫？是你一出生就唾手可得的王宫？不是，这里是地牢，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。这里的每一条缝隙，我全都用我的手指去摸过。对我来说，我生在此处，亡也在此处。我从来没有打算要取你的性命，那你可以怎么样？从这里放我出去，还是永生永世囚禁我于此？不必了，程兰，兄长，没事的，我们终会在另外一个世界再次相遇。你保重，程兰。大国主呢？我阿爹去地牢找长兰去了。我本来想跟去，但我阿爹不让。我阿爹为了拯救青丘子民，破除长兰瞳术，一生的修为都耗尽了。万一长兰她做什么？放心吧，不会的。长兰的所有力量都已经被我幻妖戒指收回来了。
他呀，现在做不了什么了。唉，我幻妖一族的力量，今天我全都收回来了。我失去的族人，你们终于可以安息了。凤公子，去往干红竹林的船已经备好，不必去了。国主令，九瑶琴弦是国主义女。青丘军队全部停止前行，原地扎寨，不得违令。是。青丘总算是平息了，希望玄门那边也能如此。长兰曾对我说：“弱肉强食是这世间的最大规矩。”然而不是。邪不压正，才是这世间最大的规矩。如今长兰被抓，国主重回青丘，乃天下之大幸啊！但是我们也做了错事啊。你说集市上真的这龙主和燕姑娘他们是清白的，之前是我们误会了他们。这些人不会再砸我了吧？我们真是错的离谱，大错特错了。对呀，哎，龙主燕姑娘来了。燕姑娘，今天可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！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向龙主和燕姑娘道歉。哎呀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真不用道歉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！之前种种都是乃辈失愚之举，望请龙主与燕姑娘原谅。不用，快起来吧！真的不用，不至于啊！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哎呀，求求你们起来吧！哎呀，真的不用跟我道歉，快起来，快点！你干嘛呀？好滑呀！哎呀，大家快看，燕姑娘秃头了！没事，这真秃了！这真秃了！燕姑娘，为救我们青丘，连头发都秃了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牺牲？怎样的精神呐！你快别说了，你让一个女人秃了头，我们青丘一定要牢记燕姑娘秃头的这份情谊啊！没脸见人了，我没有脸待在青丘了，所有人都看过我的秃头。哎呀，好啦，你闷不闷啊？闷死你了！好啦，你听见了吗？听见什么？青丘的每一缕风，都在清清楚楚地说，我秃了。哎呀，头发掉了总会长的，而且就这么一小撮。来，我看看。哎呀，而且你还有这发冠呢。你别碰了，风一吹就掉了。这发冠就是个障眼法，没用。哎，障眼法怎么能忘了白晓生呢？应该让他给我施个影子在我头上，这样比什么发冠啊、头巾都管用。哦，这倒是个好办法。不过，我们都解决长兰这么久了，怎么还不见白晓生啊？他不会去和福音硬碰硬了吧？不用担心，凌霄和白晓生的消息呢，我已经派人去探寻。你呀，就不要多想了，不要再想你的头发了啊！好好休息，我先走了。怎么办啊？燕姑娘，啊，仆方医师，我没有生病啊，这给我配的什么药啊？不是药，是补品。补品？这里面啊有黑芝麻、何首乌、芡实、连须，最是滋养头发的。我喝了，头发什么时候长出来？放心，没有我治不好的疑难杂症。
掉几根头发而已，又不是丢了性命。仆方一事，可是又想起了长兰。这些年，跟在长兰身边时间最长的就是我了。我没发现他是童术师，也没发现他竟然做了那么多事，害了那么多人。幸好，一切还没有到最坏的结果。陈毅大国主也活着回来了，青丘和玄门也没有打起来。我和天耀也因为此事破镜重圆。这是现在最好的事情了。玄妖势同水火，你和龙主能结成正果，真是令人羡慕。你喜欢的人，莫不会也是陈星山的人吧？你胡说什么？我没有喜欢的人。子晨、子莲、子枫，你不要逼我，我可以把陈星山所有男嫡子的名字都说个遍。好，我告诉你，是你们陈星山的人，他叫西风。我知道，药师家的小师弟。是的。大功告成，以后这世间的黑气便无法再进出福音大殿了。失去这力量的来源，什么黑气之主，哼，便是个笼中鸟而已。哎，好久没见燕回了，该去找找他了。福音，他怎么可能？这是何地？童术师，紫辰真人，紫环道长，那些羽化的玄门宗师们竟然都在这里。凌霄，师父，万幸，临别之际能等到你入此地。师父，你为何？师父的时间不多了，你且听我言。此处乃是福音石海，你方才所见的10万鬼魅人俑，每一个人俑都是一件容器，里面储藏了福音的真正力量。自我将福音封入体内，数百年来，福音力量不断与我搏斗。
为了阻断福音与外界的一切联系，我遂在此处封印了福音力量。但这10数年来，不断有外间的力量源源涌入此地。如今，我只能将这10万人友完全控制住，万不可再有其他力量打破这种平衡，否则福音将破封印而出，彼时将再无人能制衡于他。师父，所以你是在此等我？我未曾等你，我只是在等一个希望。你碰巧来了，便是玄门与苍生的希望。凌霄，稍后我会化作一种灵力，融入封印，用性命镇压福音。我会为你开辟一条离开的道路。你踏上此路，离开这里，务必要做一件事：毁掉护心林。护心林，福音欲借护心林之力打破封印，毁掉它，世间将再无福音助力。答应我，答应我！师父，师父，凌霄，务必完成师父所托。护心林也会。这就是青丘了。月溪，我终于送你回家了。此次进丘之祸，多亏你出手相助。长兰如何？他自尽了。这事情已经过去，但就算这次我们重创福音，但是祸根未除，终是大患。现在看来，只有你的玲珑之火，才可以彻底消灭黑气。我知晓你的意思，我也正有将身体尽数取回的打算。自我龙魂从复魂墓中挣脱，我已取回龙骨、龙角，还剩2处。3日之后，我便会启程，前往封存龙金之地。在何处？3重山中，长天剑下。3重山位于玄门地界，如今黑河玄门也都是重兵把守，你要渡河的话，也都是困难重重。我有一物，应该可以帮助到你。这是青丘国主印，应该可以帮助到你隐秘渡河。国主光印如此于我，恐怕不妥。没什么不妥，天下大局皆系于你身。如今玄瑶局势剑拔弩张，未免2界大战，让福音的势力增长。我也不可能派人大张旗鼓地帮你，我就在这里等你归来。多谢。大国主，我是凤公子，
仙哥跟我提过。怎么了？来了一个人。何人？陆公子，进来吧。罪人陆木生，叩拜大国主。起来吧。罪人粗鄙，有幸得到大国主长珠云溪公主的青睐，可笑纵然7尺之躯，未能保发妻安危。我本欲与其共同赴死，以报白发之冤。然思及守秋之意，故扶柩归山。希望允熙能够魂归故里。这是何物？这是我与云溪成亲的时候交换的结发香囊，这也是他在这个世间留下的唯一痕迹，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保住。杀死云溪的仇人素影已经被玲珑天药钉死在广寒门主座之上。罪人无用，辜负冤盟，而今心如槁灰。纵使余生披发险阻，不过劳怀罪己之念。唯有一命，但凭大国主定夺。你等家事，我等不宜多留。天耀，云溪愿意嫁你，便是真心喜爱你，我不会杀她在乎的人。陆公子，你起来吧。杀害云溪的是素影，不是你。我与云溪实际在相恋，我却没有能保住她。苟活至今，我对这世间已经毫无眷恋。陆公子，谢谢你送他千里归乡。如果大国主不愿赐我一死，还恳请国主让我留在青丘，让我用这残喘的余生，守护云溪的衣冠冢。你是允熙的亲人，青丘不会杀你，也不会赶你走。若你留下，你可以住在允熙以前住过的地方。谢国主。大国主，云溪公主在永州亡故，我叔叔凤鸣是素影的帮凶。当初我未能阻止，
你是在担心我对永州与凤家心有记恨吗？国主对凤家该当如此，但永州百姓不该因玄瑶争斗而伤了性命。事情起于素影，也都止于素影。你走吧。大国主仁义无量，可凤家余孽未除，我心难安。从今以后，我凤千硕愿将花宝十里交与青丘差使。凤家后人发誓世代守护青丘。